其实这款车呢是去年也就是22年9月份正式上市的啊，它是7X 的纯电动版本。这个品牌在我们的视野中确实消失了一段时间，所以对它的产品呢我们也不是那么敏感了。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款车。首先和普通版车型区别最大的就是它的前脸，前脸部分使用的是闭合式的前格栅，使车辆可以有效的降低风阻，对新能源车的续航来说是有好处的。车身侧面呢就是标准的 MPV 车型的轮廓，美中不足就是它使用了这种平开门，而没有使用 MPV 常用的这种滑动侧拉门。车辆左后翼子板上面配备的是慢充的接口，而快充接口在车辆的右前翼子板上。其实之前一直有消费者去反馈，放在后边的接口通常比较好用，而放在车头或者是前翼子板上的接口往往不是那么好用啊，用起来不是特别方便。所以越来越多的厂家将两个接口放在一起，基本上都放在后边的翼子板上。不过这些都是小问题啊，无伤大雅。车辆的后方我们可以看到后备箱尾门啊使用了黑色的配色，整辆车看起来还有那么一点点设计感，而且尾灯的面积很大，点亮后的效果也是不错的。这款车呢还配备了电动的尾门啊，可以看到车这个尾门缓缓升起，展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后备箱的容积好像并不是很大，但是如果您把第三排座椅的椅背放倒之后，它的纵深空间就比较可观了。但是实话实说，即使不放倒第三排的椅背，原本的后备箱空间也可以放下一些日常使用的行李啊，或者是小的箱包，没有问题。底盘结构为前麦弗逊后多连杆，这一点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可以看到它的电池包是比较低的，这是需要关注的一个地方。好，外观说完了，我们来看看车辆的内部。先说说车门板的用料，门板上使用了大面积的搪塑或者是软性材料进行包覆，整体的表现还不错。当然，考虑到它25万9800的售价，我觉得这是应该做到的水平。内饰的设计呢，其实没有什么太多 MPV 的身影或者说是风格在里边，更像是一辆标准的轿车。坐进来之后呢，你能看到两块12.3英寸的连屏。系统的界面没有什么特别华丽的设计，但是功能上还是比较不错的。比如我们现在看到它有一个摄像头是专门照后排乘客的啊，这方便驾驶员去观察内部成员的状况。而为了保护乘客的私密性呢，它上面还有一个小盖子，你可以去开启或者是关闭它。除了这个内部的摄像头呢，它还配备了一个540度的全景影像啊，包括了车底的这个内容。不过车辆在静止的情况下是没法看车底的，只有在运动起来之后，它可以先拍摄前方道路的情况，然后反映到这块屏幕上。应该算是计算出来的这么一个画面吧。中控台使用了大量软性材料进行包覆，而我最喜欢的还是上面这部分，可以看到非常的柔软啊，质感也是比较好的。还有 MPV 车型配备上一个全景天窗，让整个旅程我觉得都会心情不错啊，尤其是这个阳光照射进来之后，哎，这个心情就更好了。如果把车停下来看看天空，或者看看晚上的星空，哎，都是不错的。下面我们来说说空间啊，我是185厘米的身高，我坐在前面调好坐姿之后，还能有一拳加一指的头部空间，在同级别中应该算是比较常见的水平了啊，也算合格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后排的表现，先看看门板的用料有没有缩水啊。整体来看是完全没有缩水的，这一点值得好评。后排的座椅呢，就第二排的座椅使用的是独立座椅。椅垫和椅背的填充都是比较厚实的，坐起来舒适度也不错，而且使用了独立的扶手。前排座椅不调整的情况下，还能有1拳多的腿部空间啊。不过现在我这个座椅是调到了最后最靠后的位置。后排呢还准备了独立的空调系统，而它的出风口主要是在两侧的上方。话多说，我们再看看第三排的表现如何。从中间的过道我们直接过来，坐到第三排。第二排调到最后，我第三排的腿部空间就没有了，几乎没有了，但是能坐啊，勉强能坐。头部有1指的空间，横向的空间表现，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坐2个人比较合适，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腿可以放在中间过道上，稍微的宽松一些。不过第三排的座椅舒适性还是不错的。好了，静态部分就这样，我们把车开起来，看看它开起来表现如何。我们先来说一下啊，这款车一共有3个驾驶模式，一个是 Eco 啊，就是经济模式，还有就是标准模式以及运动模式。特别有意思啊，这个3种不同的模式，它的动能回收是强制改变的。我们现在把车开起来，看看它表现如何。这里我还要提一嘴，有的朋友可能看到了刚才中控台下方的那些金属按钮反光是非常严重的，而且在挡把附近的那块板反光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方面我认为厂家还是要再去优化一下的。好，现在呢我们是在泥土路上啊，正好体验一下这款车的底盘。这款车的底盘，它的调教其实是偏向舒适性的，但是不是那种特别软的调教，柔韧性很好啊，尤其是过那些大的沟沟坎坎的时候，它的柔韧性很好，又不会失去支撑性。我觉得这辆车给我最好的感觉就是这副底盘了。
但是实话实说，坐在后排的时候弹跳感还是有一点的，这一点我也是要诚实的告诉大家。它的支撑性是有的，所以一些细小的颠簸还是能传递到座椅上的。所以我说它是偏向舒适性的调教，但又不是那么软啊，稍稍有一点矛盾的感觉。但是确实是我有这样的感受啊，我是如实的告诉大家。好，现在我们开到了公路上，这一段呢公路非常短啊，一会儿还会转到土路上。我们先来说一下它的 Eco 模式。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啊，按这个按钮就能把模式切换到 Eco 模式。我们现在有一点时速，然后我们抬油门啊，放开油门看一下。左边这个数呢，最低到达了-40多啊，它其实是代表的是这个能量的使用程度，数越大它消耗能量越多，数越小到负的就是它在补充能量了。官方有一个很明确的说法，就是你在 Eco 模式下相当于是单踏板模式，动能回收的力度非常强，你抬了刹车之后，它的速度降的也是非常快的。不过动力方面，我觉得影响并不大，你踩了油门之后，动力还是输出很顺畅的，这就是它的 Eco 模式。但是你看我这个时速啊，到10左右的时候，它是不往下降了，也就是说它不是纯粹的单踏板模式，刹车还是需要靠我们自己来的。好，我们现在把模式切换为普通模式，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表现。拐了个弯，我们又上了土路了，但是并不妨碍我们来测试它的普通模式。在普通模式下，我们来稍微加速一下。动力依旧很顺畅，加速踏板踩下去，车就有明显的反应。车辆整体开起来非常的轻快，再加上方向盘的指向性不错，车头是比较灵敏的，轻打方向车头就能有明显的回应。这辆车整体来说给一个评价，就是非常好开。在普通模式下，我们松开踏板，可以看到它那个数并不是很低，同时我们感受到的拖拽感以及速度的降低并不是很明显。这里呢，我还要说一下它的刹车踏板，刹车踏板的行程非常短，而且初段的刹车制动力并不是很强，这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如果您第一次开这款车，一定要适应一下，刹车力度并不是很线性啊，稍微深踩一点，它的刹车力度又会变得比较大。我们把车开到了正经的公路上，来看一下它的运动模式的表现如何。可以看到仪表盘左边的数变得非常大啊，证明它在全力的加速，而且车速超过100公里每小时之后，加速依然在继续，而且很轻松。松开加速踏板之后，动能回收很轻微，几乎感受不到了。整体来说，这款车就是非常的好开，而且普通模式和运动模式都是平时可以用的模式啊，开起来都是非常轻快舒适的。它的运动模式并不激进，所以也是值得我们推荐使用的。最后我们来聊聊它的驾驶辅助系统。现在您看到的，我正在驾驶这款车，已经开启了它的 iACC 系统。这套系统啊，其实正常的跟车还有加速、减速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看现在前车停了，我们慢慢的也在制动，车速下降的很明显，而且离前车越来越近，它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合理的距离，不会像之前一些车啊停车之后跟前车离得傻远傻远的。这些已经是到达了行业比较不错的水平啊，但是又要但是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它的道路保持这个功能有一定的问题。我们在使用过程中，这辆车的方向盘不停地在左右校正它的方向，即使是直线，它也在左右校正。这一点的使用，我个人认为是难以接受的。只要你握着方向盘，它的方向盘就在跟你较劲，这一点我觉得还有优化的空间。而如果前车启动了，你轻点油门，车辆也可以恢复前进。这个功能呢，给我的感觉不是特别的满意，所以我们不多说了。有一项功能我觉得还不错，我们向大家展示一下。我喜欢的这项功能呢，就是记忆泊车以及召唤功能。记忆泊车呢，其实就是您设置好一个停车位，它可以自行的停进去，您不需要在车上，车上可以没有人啊，就是这么一个功能。而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完成记忆泊车之后，您再按召唤，它只要在150米范围之内，它就能一直找到您的位置，停在您的旁边。现在车辆的驾驶位上是没有人的，前方的工作人员站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它减速了，它就停到这个位置。这两个功能其实是我比较喜欢的啊，我觉得这个还有那么一点点科幻的感觉。总结一下，其实这款车呢整体还是比较好开的，但是有一些功能影响到了